小伙伴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只要在德国签了工作合同，就等于拿到了免死金牌？劳动法极其严格，准时下班，老板绝不敢乱裁员。想多了，你以为的所有好处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，你得先在同一家超过10名员工的企业里先挺过前6个月的试用期。劣质公司最精明的地方就是把这6个月的窗口期用到极致。Xin 和 Opinio 做过一项调查，在德国高达50%的新员工根本熬不过入职的第1年，其中每3个人里就有1个在试用期内直接被干掉，或自己受不了跑路。坑人的公司从来不会把管理混乱、天天白干写在脸上，他们只会带着最职业的微笑悄悄给你下套。所以今天小雨就带你来品一品德国 HR 哪几句话一出口，你表面上还在点头微笑，心里就应该开始盘算怎么撤了。大坑1，用灵活和扁平化掩盖权责的彻底失控。如果公司自己都没想清楚找你来干嘛， HR 通常会甩出这句话：我们这个岗位职责比较灵活， Wir suchen jemanden mit einer hands-on Mentalität。 这句话本身没毛病，但如果他连具体目标都讲不出，那这灵活就是一团没有边界的乱麻。你面试的时候可以直接反问：请问入职后的前6个月，公司最希望我做出什么具体成绩呢？ Welche konkreten Ziele erwarten Sie in den ersten 6 Monaten von mir？ 说白了就是别跟我扯虚的，告诉我到底要教什么东西。一家靠谱的公司回答一定会很具体。做市场的，线索量要提升多少，主导几次发布；做软件开发的，哪个系统要上线，性能达到什么指标；做销售的，试用期内签几个客户，完成多少销售额。数字不一定精确，但方向一定清晰。但如果对面是个坑，他会这么回答：哎呀，我们现在属于高速发展期，没有办法给你定死目标，你就配合团队需要，哪里缺人去哪里，只要你足够 hands on， 老板都看得到的。这就好比你去租房，房东跟你猛吹这套房子的室内空间非常灵活，结果你推门一看，马桶直接装在灶台旁边，这确实够灵活，边炒菜还能边上厕所。这样的公司进去以后，你大概率就是传说中的全干工程师啊，没有边界，没有拒绝权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是你的。你明明应聘的是资深市场营销，结果入职后，老板不仅让你写文案、投广告、剪视频、跑活动，一个人当4个人用，多才多艺，还让你兼职接客诉电话，甚至公司打印机坏了，老板笔记本连不上网，都要你来处理。职责讲清楚了吗？没有。那至少管理架构是清晰的吧？ HR 又说了，我们是扁平化管理。Wir haben eine flache Unternehmensstruktur。 面试时 HR 会疯狂忽悠你，我们这里没有官僚主义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有问题你可以直接推门去找 CEO 聊。但现实是，有些劣质的扁平化其实就是晋升通道没有，替你挡刀的人也没有，只保留了老板对你极其窒息的微观管理 micromanagement。 因为没有明确的层级和责任划分，这就相当于一个后厨里硬塞了10个主厨，全都在背着手品头论足，最后切菜、颠勺、洗碗、背锅的全都是你这一个学徒。比如说你要做个对外宣传海报，因为扁平化， CEO 跑过来说字要大，销售总监说要加2维码，产品经理说颜色不够高级，你改了10版，最后发出去被人吐槽吐得掉渣。这个时候那3个主厨全都不说话了， CEO 还反过来质问你，你是专业做设计的，为什么发出去之前不能把控一下审美呢？这就是典型的主厨指点江山，学徒独自背锅。试用期长达6个月，对吧？好，在目标不清晰的灵活和扁平化里，你极有可能成为办公室斗争的炮灰。比如你1月入职，领导 A 告诉你头3个月的目标是做增长，到了3月，公司突然组织架构调整，领导 A 被调走，换了个领导 B 觉得做增长没用，要搞品牌。结果到了第6个月，试用期快结束的时候，公司来跟你说，你这半年的产出和我们现在的战略不匹配，直接给你发解雇通知，2周后走人。他们战略乱转弯，结果被甩下车的是你啊。大坑2，用 ownership 完成最彻底的白嫖。当一家公司想要最低成本榨取你最极限的产出时，最重量级的黑话来了，我们很看重员工的 ownership。Wir erwarten von unseren Mitarbeitern unternehmerisches Denken und Eigenverantwortung。 Eigenverantwortung 说白了就是自我担责，或者他们刚才说的企业家思维。要求你有企业家思维当然好啦，但如果公司只让你像老板一样背锅，却不给你对应的资源、权利和加薪，这就是在白干呢。举个例子，公司让你 take ownership 负责一个全新的大项目，结果呢，你申请加5000欧元预算，老板说没钱。你想招个外包帮忙，老板说没名额。你想拍板一个技术方案，老板非要按他外行的意思改。最后项目因为没钱没人没技术搞砸了，老板把你叫进办公室里痛批，你这个人就是缺乏 ownership， 遇到困难怎么不自己想办法克服呢？有问题的 ownership 就是让你自愿多干一点，多回1份邮件，多接一个项目，多熬一个大夜，
明明拿着几千欧元的死工资，却操着董事长的心，这不就是纯纯的自我 PUA 吗？公司找的就是个自带干粮，还能自己抽自己鞭子的完美牛马。如果你觉得我在危言耸听，我们来看一眼德国的加班数据。2024年，德国员工总共完成了大概12亿小时加班，其中大概6.38亿小时是无偿加班，也就是说，超过一半的加班小时是义务劳动。这就是很多公司嘴里高大上的 ownership， 项目是你的，预算是没有的。责任是你的，权限是老板的，加班是自愿的，失败是个人的，功劳是团队的，背锅是实名的。这时候 HR 往往还会补一刀，我们这里不是朝9晚5，团队像个大家庭。Bei uns gibt es keine klassisches 9 to 5. Wir sind hier wie eine große Familie。 职场3大幻觉之一，公司拿我当家人。人家说的大家庭是干活的时候你是长子，分钱的时候你是捡来的。别光听他们跟你讲感情，要弄清楚德国法律底线在哪里。工作时间法写得清楚，每天工作时间原则上不超过8个小时。德国联邦休假法也有硬性规定，5天工作制下，法定最低年假是20天，机器还要散热呢。怎么一到打工人这里就默认可以无限加载自动续命？这不叫创业文化，这叫把员工当成永动机啊！牛顿听了都要从棺材里爬出来报警。如果面试时 HR 对薪资、工时、加班补偿含糊其辞，只跟你谈激情和使命感，这通常不是什么好信号。比如有些伪初创公司 B 轮融资迟迟没有到位，账上现金只够发3个月工资，老板肯定不敢讲实话，只会在会上疯狂打鸡血。现在是最关键的爬坡期，大家共克时艰，我们未来要改变欧洲市场。换句话说就是加班费没有，预算也没有，下个月工资都可能发不出来，赶紧给我白干吧。大坑3，用节奏快掩盖公司内部一团乱麻。你在面试时一定听过，我们这里节奏比较快。Bei uns geht es sehr dynamisch zu， 千万别自我感动。HR 嘴里的节奏快，绝不是让你去开 F1 赛车体验推背感，而是让你穿着潜水服跑马拉松。不是你不能跑，是每一步都在对抗多余的阻力，精力全耗在克服障碍上了。它的潜台词往往只有一个：流程不成熟，人手严重不足。你去翻翻 BI5R 和 BIP 2024年的数据，就全明白了。有 64% 的德国打工人表示，常常被迫开启 CPU 多线程工作模式，一边回老板的紧急消息，一边接电话安抚炸毛的客户，一边改表格，还要挂在一个不知道是谁拉你进去又不敢退出的会议里。更有 15% 的打工人表示，经常工作到能力极限。很多时候所谓的节奏快，不是公司效率高，而是前面没人拍板，中间没人协调，后面没人兜底。举个例子，你负责一个线上推广活动，说好2周上线，但图要等外包设计排期，你要个后台权限 IT 部门跟你打太极，方案要等老板开完3轮会才能拍板，每一步都卡着，但上线日期没人提要延期，所以没办法，上线前一晚你孤军奋战，敲键盘敲到手指冒火星，把能推的进度全给强推了。结果第2天呢，这事儿就像没发生过一样。开会时老板顺口说了一句活动上线了啊，直接就翻篇了。你别以为自己干成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项目，你就是一个灭火器，没人会感谢灭火器的。所以面试时听到节奏快，你不要只会说我很适应快节奏环境的，千万别急着表忠心。你要问，如果很多个任务同时紧急，公司怎样确定优先级？ Wie werden Prioritäten gesetzt, wenn mehrere Aufgaben gleichzeitig dringend sind？ 节奏快会暴露流程的问题，但有一个信号比节奏快更直接，这个岗位的前任离职比较突然。Die vorherige Person auf dieser Stelle hat uns etwas kurzfristig verlassen。 这是高危信号，必须马上面带微笑，非常真诚的套话。了解。那我想请问，上一位同事是因为什么原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离职的呢？另外，团队核心成员大概都在这里工作了多久？ Darf ich fragen, aus welchen Gründen die Position so kurzfristig frei wurde? Und wie lange sind die meisten Kollegen im Durchschnitt schon im Team？ 如果 HR 支支吾吾，或者说团队大部分人都是不到半年的新人，赶紧润呐！这就跟买2手房，中介说前房主着急搬家，你一看拖鞋还在门口，厨房水槽里的锅都还没来得及洗，这哪里是搬家呢？这房子里明显发生过什么？这种纯把人往死里用的部门，你敢闭眼镜吗？面试从来不是公司单方面在挑你，而是你们互相在审视对方。他们在观察你能不能干活，你也要观察他们是不是值得你卖命。如果一家公司在面试时就已经开始打太极画大饼，那入职之后大概率不会突然变成慈善机构。大家还踩过哪些坑？评论区说出你的故事，让大家避避坑。我是小雨，让我们一起做个清醒的局内人，下次见。